多谢大人射杀细作，若非大人，尉迟危险些酿成大错。傅瑶，这盒子里装的是钱钱的骨灰。这5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一天。你竟然为了一个细作！我要你与我当年那般，在最欢喜时尝到最痛。你那一箭射穿他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现在我废了你的手，刺瞎你的眼，看你还怎么拿剑。从今以后，我要你在地狱里反思其过。反思？我无过，我最后悔的是没在那天连你一起射死。尉迟薇，我死也要拉你垫背！大人，刚才花轿里下来的，会不会是那个咱们追了整整1天的女细作？我居然回来了！不必。可咱们一路跟着他，眼看着他混进了迎亲队伍就不见了，万一真的是他……今日来只为贺喜，不谈公事。大人，我们可是跟着那女贼一路追过来的，明明瞧见她撞进了迎亲队伍，随后人就不见了，这很有可能。不可能，毕竟是尉迟将军大喜的日子，娶进门的新娘子怎么可能会是女细作呢？也是，若真是那女贼，除非她是莫不是疯了，才敢往将军府的花轿里钻。没错。前世是我抓贼心急，竟然没有想到，一个平平无奇的女贼，怎敢贸然闯进尉迟薇的花轿？若被尉迟薇发觉，必是死路一条。除非她早就知情。这一世，我倒要看看尉迟薇你是怎么死在我手上。浅浅，前世他虽然也高兴，但绝没有这般激动。难道他也重生了？大人，我这心里总觉得毛毛的，万一那花轿里下来的真是什么女细作，咱们就这样干看着，是不是该进去瞧瞧？既然他这么怕我进去，那里面自然是有猫腻。走吧，自然是要提防的。傅大人，请留步。何意？将军有令，今日不准您入内。你说什么？将军的喜宴，我们大人受邀在列，请柬早就送到了府上，凭什么不让进？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，请傅大人莫要为难小的。我这回确定了，尉迟薇也重生了，他是怕了，怕我再次进府射杀他心爱的洛浅。既然将军不欢迎，那便算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尉迟大喜的日子，怎么把贺喜之人往外赶呢？卑职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启王殿下。傅大人不必多礼。刚才本宫听着，似乎这尉迟府的大门你进不得。我听说傅大人今日接了急案，这会儿不是应该在满城抓人吗？回殿下，那贼人狡诈，卑职跟丢了。人跟丢了，傅大人还有心思来将军府讨这杯喜酒喝？殿下教训的是，卑职失职，罪该万死。好了，老三，这京城里的贼哪是那么好抓的？傅大人也是尽力了，既然已经到了府门口，哪有不让人进的道理？怎么，连本宫带的人你们也要拦着？走吧，随本宫进去。
前世我终究是杀他杀得太快太轻易了。那一剑虽然让洛浅丢了命，却也给了尉迟薇伪装成受害者的机会，让他能在大堂之上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，甚至以此博取了美名。大人，我们要现在动手吗？不，先按兵不动，我要看着他亲手把自己和那个女人送进绝路。大人，新娘身上有血腥气。洛浅从我们手里逃跑时受了极重的刀伤，此时还能站稳，怕是全靠身边的人强行支撑着。我来试试他。揭开他。芊芊，不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任何人都瞧不见他的脸，他护得可真紧。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血腥气啊？好像真是有点儿。这大喜的日子怎么会有这种味道？傅瑶大人专司刑狱，平日里见惯了杀人流血，恐怕这血气是你从那地牢里染出来的吧？我今日明明下过令不准你入内，你为何非要来搅这趟浑水？这明明就是……各位大人见谅，或许真的是我不小心沾了血迹，带到这儿确实不太吉利。正好借一杯将军的喜酒，替我洗洗身上的尘灰。瞧他那眼神，他大概还没发现我是重生而来的。这样也好，他越是在乎这个女细作，越容易露出马脚。等到这细族身份彻底见光的那刻，他才会死得更惨。如今看似他护住了心上人，实际上他已经在那女人的引诱下，彻底上了这条断头船。新娘子绝对有问题，刚才那股血腥味绝不是您身上的，我们应该先下手为强，把她给抓了。我知道，但你方才也亲眼看到了，尉迟薇对他袒护到了何种地步。现在去抓，若是没有铁证，很难说会闹成什么样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，难道尉迟薇就是那细作背后的主使之人？尉迟薇是当今最受圣宠的将领，他若是真的叛国通敌，那这京城的局面可就全乱了。此事牵连甚广，目前绝不宜惊动他人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要先去找到一个人。找人？现在全府都在吃喜酒，新娘都入洞房了，上哪儿找去？哪里还得急？放心，来得及。这位姐姐，请留步。你可知晓方才那顶送新娘入府的花轿，现在停在何处？大人寻那花轿做啥？听说将军大婚的花轿顶上系着的红绸极其吉利，我想去讨一条带回去，也算沾沾喜气。原来是这样，大人请随奴婢来，那轿子现下正停在偏僻的后院里呢。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天啊，他是什么人？轿夫们怎么不在这里守着？救命！我要去！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又在干什么？您不是要这个红绸吗？我给您取下来啊。果然在这儿。徐姑娘，你受委屈了。这是……她就是中书侍郎之女徐念慈，今日原本该风光出嫁的新娘。
前世我后来才知道，后院的一堆花轿残骸里那具被烧成焦炭的尸体，居然是徐念慈。那放火的小厮只是拿钱办事的帮凶，他甚至道这轿子里还关着一个活人。徐姑娘，别怕，我这就救你出来。多谢傅大人相救，趁着他们还未入洞房，求大人带我去礼堂，我要当众戳穿那假新娘。徐姑娘，稍安勿躁。徐姑娘，稍安勿躁。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我追踪那女贼一路至此，方才在礼堂之上差点就接了那女人的喜帕，但没想到尉迟将军反应极快，当众便将那女人护到怀里，挡得严严实实，甚至还亲手捡起了滑落的喜帕，半点没让人瞧叫脸。他竟如此护她。恕我冒昧，徐姑娘，尉迟将军此前可曾见过您的模样？见过，他见过我的。既然见过，却在刚才表现的那样急切维护，如此说来，尉迟威与那女贼极有可能是同谋。同谋？你是说他是故意的？傅大人难道抓了那个冒充我的女人还不够吗？只要抓了她，一切不就真相大白了？我只需回府告知家父。徐姑娘，你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。你以为这只是一场寻常的替嫁闹剧？你有所不知，方才那个假新娘并非寻常女贼，她潜入京城，盗取的是京畿军防图，那关乎大圣朝的江山稳固，关乎万千将士的性命。而尉迟威，他是一品大将军，如今却在这种节骨眼上将盗图的细作护进洞房，事关叛国重罪，我不得不再三斟酌，绝不能有半点疏漏。叛国？这怎么可能？威郎他绝不会。人心隔肚皮，徐姑娘，万一尉迟威叛国是真，你若今日执意要入那礼堂与他全了名分，不肯及时割席，一旦案发，等待徐家的可不仅仅是羞辱，那是满门抄斩，鸡犬不留。你愿意拉着整个中书侍郎府为他陪葬吗？他果真会雷击我的家人。你看清楚，若非我们及时赶到，这把火现在已经点起来了，而你徐念慈会被这把火活活烧死在花轿夹层里，化为一具无人认可的焦尸。齐风，把这小厮和丫鬟处理好，别让他们在这儿碍事。换上这身丫鬟衣裳，你要亲眼看看你那所谓的良人在那细作面前到底是什么邹天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活命，徐家才能活命。你不必担心冤枉了他，我现在就带你亲自去瞧瞧，他与那女戏宗到底是何关系。谁在那儿？去看看。你悄悄站在这里，不要抬头。谁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追了我一天的傅大人啊！傅瑶，我如今已进了这将军府的门，得了将军府的庇护，如今我可是这府里的主母，你能奈我何呢？你竟然天真的以为我不敢在这将军府里杀人？你大费周章冒充徐念慈与他成了亲，就不怕事发之后尉迟威亲手杀了你？杀我？傅大人，看来你确实不够了解他。你不知道吧？我与他可是青梅竹马，无论我做了什么，他都不会计较我。更何况不过是换个新娘这种小事。小事？潜入京城盗取京畿军防图，也是你口中的小事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没拿什么图。少废话！我追踪你一天，确信那份军防图此刻就在你身上，拿出来！住手！傅瑶，你竟然敢在我的地盘上
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浅浅出手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平日里太纵容你，才让你变得如此任性，甚至敢搅乱我的婚礼？任性？尉迟薇，你口口声声喊着的这个浅浅，就是你今夜3书6礼8抬大轿该迎娶进门的那位新娘子吗？我与浅浅乃是青梅竹马的知交故友，若非你像条疯狗一样对她穷追不舍，她又岂会被逼到绝路，不得不向我求救？我不过是借这场婚礼暂且收留她，给她一个名分避难。至于徐念慈，哼，徐家嫡女温婉大方，她若知道了事情原委，定能体谅我的苦衷。她这种名门淑女，绝不像你这般只知杀伐，不通半点人情。尉迟薇，你张口闭口就是体谅，闭口就是人情，可你口中那位温婉大方的徐嫡女，此时正因为你的深情而下落不明。你可曾想过徐念慈如今身在何处？在这大婚之夜，你搂着一个细作温存，可曾有过半点担忧她的平安？我当然知道他在何处，他就在后院那顶花轿的夹层里。等到天亮，我会找人去把他接出来。对外，我只需宣称贼人作乱，将其绑架了。尉迟薇，徐姑娘是金尊玉贵的千金之躯，她父亲是中书侍郎，你为了给一个女贼脱罪，竟要委屈新婚妻子在那阴暗窒息的花轿夹层里蜷缩整整1夜。将军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求您的。若是傅大人要治罪，便治我的罪吧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我说了，这不过是权宜之计，不得已为之罢了。念慈他若是贤惠，事后自然会明白我的苦衷。扶摇，你若还想在这府里待下去，就收起你那没用的怜悯信。权宜之计，不得已为之罢了。将军，您瞧傅大人这咄咄逼人的架势。其实念慈姐姐贵为中书侍郎家的千金大小姐，平日里那是何等的尊贵体面，如今不过是让她在这花轿夹层里暂且委屈这一宿，就能换回浅浅一条性命。这不正是佛家常说的积德行善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的吗？念慈姐姐若是知道自己受这一遭罪能全了一桩善广，定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将军，您说是不？将军不好了，出大吉事儿了！不好了，出大吉事儿了！毛毛躁躁，成何体统？说，后院停着的徐家送亲的那顶花轿，突然起了大火。你说什么？自然是我做的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也为了让你亲身体会这剜心之痛。离开前，我便让戚风放了那把火。火势如何？轿子里可有什么发现？快说！回将军，那火来得极其蹊跷，却附近四处无人。发现时，火头已经冲天了，整顶轿子已经烧得差不多了。如今官家正领着人全力扑救。烧的也就是说，若是徐念之还在花轿里，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是我小看了你，这火是你做的？我不知道，将军，浅浅今日一直待在新房里，外面的事浅浅如何知晓？将军，一定是他！傅瑶一直想抓浅浅，他今晚闯进来就是为了寻仇，定是他怀恨在心，放火害人。尉迟将军，傅某身为提刑副将，办案讲究的是真凭实据，胡乱攀误这种戏码，在傅某面前可演不下去。既然将军府出了命案，傅某也不便久留。是谁做的，一查便知。毕竟今夜太子殿下和启王殿下都未曾离席，若真是有人纵火行凶，二位殿下自会秉公处理。不能让他出去，不能让他出去！他果然怕了，他以为徐念慈已经被烧死了，所以才慌得自乱阵脚，不打自招。浅浅，我本以为你只是胆子小，可徐念慈不过是个无辜的大家闺秀，他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非要放火杀他？将军浅浅自小流离失处，唯有你是我的天，火是我放的又如何？事已至此，木已成舟，难道你要为了那个死掉的徐念书把我送去法办，要我去死吗？救火啊！不必救火了，来人，将后院封锁，不准任何人靠近，更不准惊动席上的宾客。
火灭之后，将花窖的灰烬和里面的东西秘密处理干净。尉迟薇，你疯了！那可是一条鲜活的人命，徐念慈还在里面，那是你的未婚妻。如今徐念慈已经化为灰烬，徐侍郎那边我自会给一个营救不及的交代。只要你今夜闭嘴，放过浅浅，我愿答应你一件事。答应我一件事？尉迟大将军，你这是在包庇杀人犯，这是在拿徐家的血在填你的情债。傅瑶，你不用再跟我装模作样了。我知道你是女扮男装潜伏在提贤司，你这么不依不饶，甚至冒着得罪我的风险也要咬死浅浅不放，不就是因为嫉妒吗？你做这么多，不过是为了我，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才非要置浅浅于死地。傅瑶，既然你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不惜做到这种地步，我肯答应你，等处理完念慈的后事，事后我娶你为妻。等处理完念慈的后事，事后我娶你为妻。你笑什么？难道嫁给我不是你梦寐以求的事？我笑你可怜，我笑你死到临头还不自知。尉迟薇，你都未必活得过今晚，居然还在这儿做着封官加爵娶我进门的春秋大梦呢。什么人？难道是戚风听见我是女儿身了？有人偷听，去跟着那黑影，死活不论。是。你一直守在这里。抬起头来，你是徐府送亲来的人。徐府送亲的人，不都应该在偏厅候着吗？你躲在这里做什么？抬起头来，我让你抬起头来。怎么，将军看到我还活着，很失望吗？徐念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应该在那顶？傅瑶，又是你！你在背后捣鬼！尉迟将军，瞧您这话说的，多见外。若不是我捣鬼，你今夜怕是连徐姑娘的一根头发丝都见不到了，只能守着一滩灰烬，哭你的贼人作乱。你不仅不该恨我，你应该跪下来谢谢我，谢谢我替你捡回了这一条你差点亲手杀掉的命。畜生！尉迟薇，你我这桩婚事是陛下金口玉言亲赐的恩典，你却以此为幌子，行此龌龊卑劣之事，甚至窝藏重犯细作。念慈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并非你想的那样。不必了，我定会如实告知我父，明日早朝定要告上朝堂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包庇细族、残害发妻的罪名究竟如何担当得起。站住！念慈，你站住！快，传唤太医！若救不回来，本宫要你们所有人的脑袋！浅浅，你刚才那是……将军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他既然已经认出了我，若让他活着跑出去，你我都没了生路。浅浅不想连累你，只能杀他灭口。尉迟薇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此女一介盗徒逃犯，如今更是当众行凶杀妻，你觉得你还护得住她吗？傅瑶，你果然行事狠绝，不择手段，这一切都是你设好的局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任凭你如何算计，我是绝不会让你再伤害浅浅一根汗毛的。没想到这2辈子加起来，尉迟薇做的唯一一件最有担当的事，竟然是替一个要拉他入地狱的细无顶罪。微臣死罪。浅浅今日冒充新娘，确实是他任性妄为了些，但我与他自幼相识，我不忍见他流落街头，这才出此下策。
这行凶之罪我认了。你疯了！为了保住洛浅，你竟然不惜自毁前程，把罪名往自己身上揽。殿下，您亲眼所见，尉迟薇贵为朝廷重臣，却在洞房花烛勾结外人行凶，此等行径天理难容。按照大圣律法，其罪当诛，应当立斩不赦。新婚之夜杀妻，所犯重罪，应当处死，以儆效尤。傅大人且慢。按照本朝律法，外人行凶自然是重罪，可夫为妻纲，这大婚之宴失手伤妻，虽然德行有亏，但按律并非死罪。什么？傅大人，听清楚了吗？更何况徐念慈方才虽然落水，但命大还没死呢。只要他还剩一口气，我尉迟薇顶天了也不过是个失手伤妻之罪。原来你打的是这种算盘，你在赌徐念慈死不了，你好歹毒的心！畜生！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！够了，尉迟薇，纵使失手伤妻按律不致死，但也绝非尔等可以公安挑衅朝堂法度的借口。你的罪行自有司审定，现下将其拿下，押入大牢候审。浅浅别怕，只要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入狱太轻了，我要的是他的命，还有那个女人的真面目。殿下且慢，若是行凶杀人、失手伤妻这些罪名不足以平息众怒，也不足以定这叛逆之徒的死罪，那么我这里还有一桩尉迟将军瞒天过海的泼天重罪。哦，傅大人请讲。此女绝非什么青梅竹马，她乃是潜入我京城盗取大圣军情机密的敌方细作。尉迟薇身为一品大员，为其隐匿行踪，甚至在大婚之日将其偷梁换柱护入府中，此许实属通敌叛国之重罪。你撒谎！傅大人，你为了报复将军，这样血口喷人吗？我是细作，证据呢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说我是细作，那你搜啊！若搜不出证据，我要你提刑司上下给我一个交代。既然你要证据，那本官便给你证据。京畿军防图就在你身上。殿下，事关重大，请立派宫中女官搜查此女全身，绝不可放过任何一寸布料。来人，去请女医官给本宫搜。傅大人，搜也搜了，验也验了，不知您口中那份关乎江山社稷的军防图，究竟藏在浅浅身上的哪寸皮肉里呢？启禀殿下，里外搜遍了，甚至她发髻和血羽都拆开了，一无所获。不可能，钱是我亲手从他怀里搜出来的，绝不会错，除非……那只有一种情况，他的幕后主使就在今晚的宴席席位上。他冒险进入将军府，根本不是为了当夫人，而是为了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借着拜礼的机会，尽快把军防图转移出去。傅大人，你所谓的证据确凿，便是这番结果。殿下，东西不在他身上，不代表不在府里。臣恳请殿下立即下令封锁全府，搜查今夜所有宾客，东西就在这府里，他已经转手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不得不强硬行事。太子殿下，臣敢以项上人头担保，洛浅绝非无辜民女，此女不仅盗走军防图，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潜入将军府，为的就是利用婚典之乱转移证据。臣恐怕他的同谋此刻就混在席间，军防图极有可能尚未转移出府。臣恳请殿下立即封锁尉迟府，搜查在场所有宾客。搜查宾客？傅瑶，你失心疯了吗？为了陷害我和浅浅，你竟然敢惊动满朝文武！太子殿下，您别听这妖人胡言乱语，他傅瑶根本没资格站在朝堂之上。各位，难道你们就没发现，咱们这位英姿飒爽的提刑大人，其实一直藏着一个欺君罔上的大秘密吗？秘密？什么秘密？瞧尉迟将军这模样，莫非她是女子？他傅瑶竟敢以女儿之身女扮男装，蒙蔽圣听，窃据官位，他根本没有为官入仕的资格。既然将军都说了，那傅大人不如让大家看个清楚。竟然真的是女子啊！荒唐，简直是荒唐！一介女子竟敢执掌提刑司，戏弄满朝文武，成何体统？殿下，欺君之罪，臣自知难逃一死，但请殿下就事论事，公理在前，私仇在后。当下最要紧的是那份关乎国本的军防图，
搜查宾客，刻不容缓。至于我的身份，待事了之后，傅瑶自会领罪申发，绝不苟活。好，傅大人，既然你赌上性命也要开这个口，本宫就给你这个机会。传本宫令，封锁尉迟府，一砖一瓦，一人一脚，给本宫搜。若有阻挡者，格杀勿论。领命。是。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说查就查，连我们要收这份辱？少说两句吧，没听说是军防图丢了吗？那可是掉脑袋的罪。禀殿下，整座将军府除了女官搜查宾客尚在收尾，其余房间、密道、花园甚至马厩都翻遍了。结果如何？并无发现，并未搜到所谓的京畿军防图。哼，傅瑶，你费尽心机自曝身份，也要诬陷本将，现在没话说了吧？傅瑶，为了搜查，本宫连朝中重臣的脸面都顾不得了。如今翻遍了整个府邸，却一无所获。傅大人，你可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奇怪，太奇怪了。按照洛浅的性子，他不可能毁掉军防图，那是他的投名状。只要他进了这府，图纸就一定在这里。除非前世洛浅死后，尉迟威虽被迁怒斥责，却因为启王的提议保住了性命，甚至领军出征。殿下，将军府极大，搜查或许有失漏之角，但臣认为漏掉的不是地方，而是人。前世我与尉迟威在边陲行军，那时才听闻京中噩耗，说启王勾结外贼犯上作乱，最终被太子亲手镇压。若今夜落前一个军防图，那街头的人……殿下，既然整座将军府搜遍了都没有，东西已经被人带出去了。胡言乱语！本宫早已下令封锁府邸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谁能带走？还有一个人并没有被搜过。臣刚才在大门处盯梢，听将军府的下人议论，说就在微臣带您入府惊动众人时，启王殿下便自称久立不支，身体爆表，已经提前离席了。老三，他走的倒是真快。傅瑶，你可知你在指控谁？那是当朝亲王。本宫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但若你在启王处搜不到军防图，那你欺君罔上，女扮门庄，诬告皇亲，数罪并罚，本宫定要你难逃其咎，自行领罪等死。你敢接吗？臣敢接。卑职多有冒犯，实因事态紧急，殿下应当知晓。今夜尉迟将军府内丢了一件要紧的物件，乃是事关大圣安危的京畿军防图。哦，丢了军防图，傅大人便带着人马深更半夜在半道上截住本王的去路。怎么，你这是在怀疑本王？卑职不敢妄自怀疑，只是殿下，今夜凡是赴宴的宾客，皆已在府中受过严格搜查。想必您既然也是其不应该成为那个例外，您说是吗？凡是宾客皆有搜查，傅大人这话听着倒是一视同仁。那本王倒想问问，带头在那儿喊打喊杀的太子殿下，傅大人可也当众搜过他的身了？殿下，太子殿下身份贵重，且是他下令封府搜查。他的身份贵重，本王的身份便低贱了。他搜得，本王便搜不得。可以搜，但本王身为皇子，断没有在这冷巷之中下车受辱的道理。傅大人想搜，便自己上来搜。守在这里，谁也不许靠近。傅大人，请自重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拿以前那套官场做派糊弄谁？傅大人，如今满京城都知道你是女儿身。卑职只是例行公事。例行公事？大圣律法里可没写过女子能随手摸搜当朝亲王的腰衫，男女授受不仁。为了傅大人的清誉，搜身这种事还是我自己包办。拖到这儿，傅大人满意了吗？冒犯了。没有，竟然没有！太子的最后通灵就在耳边。若是今晚找不到京畿军防图，我不仅保不住官位，更会因为欺君之罪被直接处死。傅大人，看你这副样子，是对本王失望透顶了。
你就这么笃定，那军防图一定在本王这儿？事已至此，卑职也不想再与殿下虚与委屁了。若您心里当真没鬼，殿下为何在尉迟府乱象刚起时便急着要离席走人？这未免也太巧了吧！傅大人真是爱说笑，本王至今尚未婚配，在那喜堂之上待着，不过是看在皇兄和尉迟的面子上走个过场罢了。本王向来就不爱看人成亲，那喧闹刺眼的紧，提前离席又有何错？说话看似毫无逻辑，甚至有些荒诞，但这番话不管是闹到圣上面前，还是太子面前，都是滴水不漏。傅大人，翻够了吗？这马车就这么大，难不成你还想把地板也撬开来看看？若没别的事儿，傅大人别在本王的车里再留恋了，搜也搜了，看也看了，请吧。本王要回府歇息了，请离开。大人，使不得，这畜生脾气躁。启王殿下，看来卑职没白找，如今人赃并获，您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傅瑶，如果本王说这东西并非本王所放，是有人诚心陷害，你会信本王吗？启王殿下，这样喊冤叫屈，那推诿陷害的话，卑职在提刑天日的地牢里，一年到头听过没有1000，也有800。你觉得我会信谁？殿下，证据就在，有什么好抵赖的？若卑职没记错，今夜在大堂之上，2位新人曾亲手接过您的贺礼，想必您就是在那时众目睽睽之下，借着送礼的幌子，从洛浅手里接过这卷军防图的吧？这份胆量，卑职实在佩服。傅瑶，在你眼里，这世上的案子难道都是这么简单的排查？难道你办案从来都只看表象，如此先入为主吗？本王若真要叛国，会将这等催命符挂在自己坐骑的尾巴，等你去抓。你是当本王傻，还是当你提刑司的人全是酒囊饭袋？好，启王殿下，我便给你一次机会，我自有我的办法验真伪辨黑白，看看你究竟是真的被陷害，还是在演一场苦肉计。傅大人，本宫已将全城封锁，你追了这么久，在启王这儿可有什么发现？回禀殿下，卑职已将启王殿下的马车里外搜寻3遍，甚至连坐骑也亲自检查过，一无所获，未曾查获军防图。傅大人虽然搜过，但为了避嫌，本宫的人还是再走一遍流程为好。去，给本宫再搜，一根头发丝都别放过。既然启王坚称是有人栽赃，那么设局陷害他的人，自然比任何人都清楚赃物到底藏在哪个死角。只要盯紧了搜查的人，那个陷害他的人就一定会露出马脚。抓到了！若不是提前知道东西在哪儿，他为何会跳过车厢直奔马尾而去？若不是为了复命，他此刻又在心虚什么？前世启王起兵作乱时，我正随尉迟威在边陲征战。后来听闻京中大局已定，太子大胜，而启王被当众枭首示众。后来新皇登基，不仅没有迁都尉迟威，反而对我这女扮男装的臣子格外宽宏，亲笔赐婚。直到那一夜，我被尉迟威亲手挖眼断手，拉着他同归于尽。原来背后真正的主子一直都是他，当朝太子。那他当年赐婚，根本不是什么开恩，更不是什么佳话。原来上一世的赐婚，他就已经打好了算盘，要看着我们这对有功之臣在红绸床帐里自相残杀，一个不留。这一切
皆是为了在我这一腔故意的冲动之下，借我的手彻底拿下齐王。傅大人，本宫也希望能还三弟一个清白。搜查进行的如何了？直到此刻，我才真正感谢这场重生，它让我终于看清，是谁在前世将我推入了那片万劫不复的无尽深渊。启奏殿下，里里外外连马蹄铁都查过了，并未找到荆棘军防图。皇兄，看来您的这位得力干将今日是走眼了。傅大人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大圣军情机密，荆棘军防图下落不明，若流落外邦，你傅瑶纵有1000颗头颅也不够砍。今夜之事，你难逃重责。臣无话可说。傅大人，既然你办案无能且身份存疑，既如此，传本宫令，革去你提刑司一切职务，听候发落。属下遵命。傅瑶，本将因行凶伤人入狱，而你，傅大人，你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竟然还能安然无恙，甚至竟然还换上了这身见不得光的女装。你是来向我炫耀，你终于能像个女人一样活着了，还是特地来送我上路？是啊，能换上这身衣服，那确实还得要多谢你了。我很满意如今的我，当初女扮男装也不过是为了在提刑司合群，好办事罢了。合群？傅瑶，你藏的可真够深的。你如今枯坐这死牢，倒是真的神色恍惚了。尉迟薇，我有时候真的很好奇，你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？你为了保住洛浅，不仅自毁前程顶罪入狱，还险些把曾经拉拔过你的启王给牵连进去。如今徐念慈重伤，徐家已彻底对你绝望，反手就转投了东宫太子的麾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让你不惜搭上9族去护着的钱钱，他其实从始至终都是太子的人。够了，傅瑶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种拙劣的离间计吗？信不信由你。我今日来只是告诉你，虽然这桩行凶案要不了你的性命，但这朝堂你此生是回不去了。为了一个随时会反咬你一口的细作，葬送掉你尉迟家几辈子的荣耀，这般真的值得吗？值得！只要能保住他，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认了。这一次就算是没了荣华富贵，我也要和浅浅同生共死。傅瑶，你赢不了他的。尉迟薇，看在你我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心地善良，愿意再给你一个机会。按律，你行凶伤妻，本该在牢里服刑3年。但我刚才去见过了徐侍郎，替你向徐念慈求了情，只要你愿意带着洛浅，沿着京城的每一条大街，3步一跪，9步一叩首，把这满城的长街跪个遍，我就能让徐家撤诉，免了你的牢狱之灾。这种折辱人的毒辣法子，全京城只有你能想得出来。谬赞了。好吧，我乐见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也真心实意的相信，你的浅浅一定会好好陪着你跪完这一折。是跪一天换回自由，还是在这阴冷潮湿的牢房里烂上3年？尉迟将军，你自己选。殿下，您还在？本王救下的人，若是一个转身就被这牢里的晦气冲撞了，岂不可惜？走吧，陛下已经等了很久了，有些东西该见天日了。陛下，臣傅瑶交官京畿军防图，此前种种皆为揪出背后祸首。臣欺君罔上，女扮男装，罪无可赦，然军防图重于万金，请陛下圣裁。陛下，当夜尉迟府之乱，洛浅假扮新娘转移军防图，而尉迟将军不仅知情，更是不惜自毁声誉为其遮掩。臣在巷口拦截启王殿下马车，发现图纸藏于马尾鬃毛之中。此计毒辣，不仅是为了送走军防图，更是为了在事发时一箭双雕的除掉启王殿下。朕年老，但朕不昏庸。老三，你受委屈了。儿臣生死事小，社稷安危事大。若非傅大人敏锐，今日儿臣恐怕已是叛国罪臣。陛下，臣敢断言，能布下如此大局，当朝亲王甚至提刑司副官都算计进去的，唯有东宫。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更何况是太子。朕的江山，他竟然拿来博弈。可傅瑶，你要明白，
他毕竟是当朝储君，哪怕是庶民，没有真凭实据，朕也不可轻易处置，否则朝堂必乱。证据呢？臣会亲手呈给陛下。有一点，本王至今想不通。刚才在殿内，父皇为何从始至终未曾提过你女扮男装、欺君罔上之事？按理说，这可是你的死罪。我以女子之身为官，陛下本就知情。本就知情？你说父皇他……天子耳聪目明，最是知人善任。当年前任提刑官拘见我时，陛下便在密室见过我。他需要的不是男人的皮囊，而是能为他稳固经济的利刃。所以，你一直想要的是什么？我啊，本该有大好的前程。我曾立志，要在这朝堂之上，不仅要破尽天下奇案，更要如男儿一般封侯拜相，择因后代，让天下人知道女子亦能安天下。扶摇，你方才在那牢房里跟尉迟微说的话，本王都听到了。你当真打算就这样放了他？殿下，若是让他一直关在这暗无天日的牢里，长久以往，这牢房对他而言，反倒成了一把保护伞。外面的风浪可比这方寸之地的牢狱要凶险得多。可你那所谓的交换条件，仅仅是一次当众的羞辱。尉迟微那个人虽自大，但脸面这种东西，熬一熬也就过去了。你凭什么觉得一次当众下跪就能令他们反目成仇？当然不是，羞辱本身不值钱，值钱的是羞辱发生的时间。我会为他们挑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一个让全京城都在看戏的日子。你想选哪天？太子殿下向徐家下聘的那天。如今全京城都传遍了，说是太子殿下英勇无比，亲手救起了落水的徐念慈，百姓们都在歌诉这是一段美谈呢。美谈？太子救人，恐怕不仅是为了徐家的支持，更是为了图谋后着。太子越是想把这门亲事办得体面，我就越要让尉迟微在那一天把皇家的脸皮丢尽。将军，你总算出来了，芊芊等得好苦。没事了，傅瑶那个毒妇到底还是没能困死我。将军，咱们快回去吧，我已经让家里备好了火盆，去这一身的晦气。等过了这一遭，咱们就安生过日子，再没人能把咱们分开了。只要我们今天在街上三跪九叩就可以了。让他们先快活这一时，等到太子下聘那天，我送的大礼，他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将军，你真的要听那个毒妇的话，拉着我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三跪九叩？除了这个法子，徐家绝不肯罢手。芊芊，你明知道我杀了徐念慈也是为了你。不，我不行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？不过是受这一日的罪，你陪我走完这一遭，我们就离开京城，远走高飞。到时候没人知道你是谁。傅阳，你这招釜底抽薪用的确实狠。你看，戏开场了。就是这两个不知廉耻的家伙，大婚夜杀正妻，竟然还有在京城露面！打死这两个狼心狗肺的货！自找的。打死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！若不是他，将军夫人怎会遭此毒手？这种祸水就该去进猪笼，还敢出来显摆！都住手！有什么冲我来！芊芊，别怕，我护着你。滚开！别碰我！尉迟微，你看看我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！我受够了！你自己想当大圣人，你自己在这跪个够吧！我凭什么为了你受这种罪？我凭什么要被这群贱民当街羞辱？为了那点所谓的深情，我要贵妃这双铁吗？芊芊，你清醒一点！我做的这一切，哪怕是自毁名声陪你下跪，全都是为了保护你啊！只要过了这一关，保护我！尉迟微，你以为没了你我就得死吗？你以为我费尽心机进这将军府，真的是为了你这种蠢货？我的靠山，从始至终都不是你，你不过是一块垫脚石罢了。谁敢暗算我？
傅瑶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浅浅他只是性子娇惯任性了些，他受不了这份辱。你何必苦苦相逼，非要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如此为难他？我为难他？尉迟大将军，你怕是记性不好，免了你的牢狱之灾，换你二人沿街悔过，这主意可是你亲口点的头。你清楚了，他今日若是走了，就剩下你一个人在这里跪，那这笔账在徐家和朝廷那儿可是做不得数的。所以你最好想清楚，是现在就让他滚，然后你乖乖滚回刑部大牢去服那3年的刑，还是由你这位大将军亲自出面去为难一下这位娇滴滴的心上人？路就在这儿，洛浅姑娘，请便。浅浅，你不能走！你放开我！尉迟薇，你疯了吗？你竟然要抓我回去受辱！再忍受最后这半日，浅浅，就当是为了我，你也得忍下去。说到底，徐念慈那件事，毕竟是你亲自动的手。如今若是半途而废，你我都没了生路，你明白吗？尉迟薇，当初在将军府是你自己跪下来求太子说人是你杀的，是你心甘情愿替我顶罪的，你现在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是心甘情愿顶罪，但我不想替你死在牢里。给我跪下！尉迟薇，你这个没种的男人，你为了保住那条狗命，竟然亲手卖了我！你算什么英雄？你就是个懦夫！窝囊废！浅浅，忍一忍。那些是什么人？大张旗鼓的，还能是谁？当今太子殿下看中我家小姐，今日特意送来下聘的礼单，3个月后，我家小姐便是东宫的侧妃娘娘了。太子要娶徐念慈，原来我才是那个被扔掉的。我家小姐说了，尉迟将军这一日的诚心，徐府收到了，但这桩婚事，徐家高攀不起，请将军签字，签了这和离书，往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您跟这女贼是死是活，与我徐家再无干系。我家小姐大病初愈，不便见客，更不屑见您。活该！这种负心汉，徐小姐没让他偿命，已经是人事一什么呢？瞧他那样子，还在犹豫什么呢？恭喜将军，如今徐家放手，牢狱已免，在这大好夕阳下，你终于自由了。闹了这一整出戏，你终于摆脱了正妻，保住了心上人，想必也是得偿所愿了。将军，将军，你带我走啊！我知道你的主子是谁，太子殿下布了这么大一盘棋，就是为了经济军防图。可如今他要娶徐念素了，太子要拉拢徐家，就必须给徐念素一个最清白的交代。你这枚已经脏透了，还差点杀了未来侧妃的废妻，还能活多久？这不可能，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将军，你等等我，你带我走。派人盯着他，别让他死得太快。我进府去见许姑娘。是，大人。傅大人，你又何必亲自跑这一趟？来看望故人。许姑娘，你体内的余毒已清，伤口也快愈合了，为何还这般没精神？精神？再过3个月，我便要嫁入东宫了。虽然只是个侧妃，但太子殿下救了我的命，家父也觉得这是最好的归宿。这桩婚事虽然并非我所愿，但事到如今，我这残花败柳之躯还能如何？随他们去吧。徐姑娘，嫁与不嫁间，我想让你见一个人，听一句实话。说，那晚在将军府，究竟是谁买通你，让你对那顶花轿纵火？大人，小的是收了钱办事，小的不知里面有人啊。看清楚了，买通你的人是这画像里的哪一个？竟是他的人！看清楚了吗？
你的救命恩人原本是想把你烧成灰烬的，矛盾的源头从来就不止在尉迟府。当日在将军府，洛浅假扮做新娘混入府中，脚跟都没站稳。事后我想了许久，怎么也想不出，他一个逃命的细作，哪来的时机和门路去买通一个在将军府埋伏已久的人？除非他就潜伏在暗处。直到我想到了你，你原该嫁给尉迟威，而尉迟威又是启王麾下的大将，太子殿下眼高于顶，他绝不目见你们徐家这块肥肉彻底落入启王的囊中。傅大人，你既然救了我，就一定有法子。想要我如何做？看清了这些肮脏算计，我宁可这一辈子剪了头发去当姑子，也绝不与那食人不吐骨头的豺狼共枕鞋。故技重施。歇教求福。太子，我请你入局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尉迟威那将军府已被抄没，如今没了官身，在京郊那处偏僻的马场寻了个驯马的活化度日。至于洛浅，那个女人倒是长情，即便尉迟威落魄至此，仍没名没分地跟着他免过度日。太子那头坐不住了，他要娶徐念慈，就不能留下洛浅这个活口。这段日子，东宫几回派人要去灭口，都让本王派出的暗卫给拦下了。傅瑶，你当真笃定他今日舍得下那份所谓的情分，冒死闯这龙潭虎洞？他一定会来的。洛浅上回在尉迟府大婚时成功替换了新娘，这让他尝到了甜头，胆气自然比以往更足。况且他现在走投无路，太子要杀他，尉迟威护不住他，他手里攥着太子的把柄，那是他唯一的保命符。为了翻身，他只能再赌一把。给我吧。我记得尉迟威当初入朝为官，可是殿下您亲口举荐的。他在将军府闹出那么大的丑闻，您竟一次都没出过面，怎么这一世您就当真不打算保他了？大圣朝堂之上，本王举荐的人多了去了，难不成个个都要划入我的党羽？尉迟威此人心智不坚，眼中只有那点男女私情，本王保他做甚？如今他落得个驯马度日的下场，也不过是求人得人，怪不得旁人。怎么，听你的语气，你还想要我拉他一把？我为什么要拉他？他害得我双眼皆盲、双手被废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要拉我一把？我要的是他坠入尘埃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我以为你心里还喜欢他呢。我疯了吗？怎么会喜欢那个蠢货？怎么会觉得我喜欢那个蠢货？正主来了。谁在那儿？傅瑶，怎么是你？徐念慈呢？徐姑娘此刻正坐在徐府喝茶呢。洛浅，我在这里正是为了专程等着你啊。等着我？你费尽心机布下这场局，引我入瓮，你会这么好心？难不成你也要保我的命？保命？不，我只是为了你身上藏着的那件东西，那是你能拿捏太子的把柄，也是我要的东西。可我也知道你生性多疑，即便我此时杀了你，你也绝不会轻易把证据交给我。所以，我想和你打个赌。打赌？拿我的命跟你赌？赌注就是我要的东西。你今日敢冒死重走旧路，潜入这月老庙偷袭，无非是认为你手里攥着太子的把柄，所以即便事发，他也会因为投鼠忌器，甘心将错就错的再娶你一回，让你进东宫享福。我就赌，他不会。不仅不会，他还会为了徐家的权利，亲手送你上断头台。洛浅，你是要把保命符带进棺材，还是赌一把你的主子是否真的那么绝情？赌约已下，这结果很快就会见分晓了。洛浅，我告诉你，他不仅不会娶你，他今日还会亲手杀你灭口。等到刀架在你脖子上的那一刻，你将手里的把柄给我，作为交换，我向你保证，这辈子定会亲手为你报仇。他不会，你少在这挑拨离间。他说过的，他说只要事成之后，京畿防卫大乱，他就一定会八抬大轿娶我入东宫。是我没用，是我当初在将军府没办成大事，弄丢了军防图，坏了他的计策。太子真是将他骗得惨极了，一颗从始至终都被当成弃子的妻子，竟然还在为了下其人的那点虚情假意而赴死。既然你自知无用，那今日这最后的机会，
你更应该跟我赌一把，不是吗？傅瑶，你当真让他去送死？他若是进了东宫大门，恐怕不等那教帘掀开就直接断气了。到时候你要的证据去鬼门关拿吗？他进不了东宫，这条路他到不了尽头。洛浅，你给我出来！放肆！何人敢冲撞东宫仪仗？尉迟薇，他不是在京郊马场驯马吗？他怎么会知道洛浅在那顶花轿里？我派人给他送了信，告诉他他的浅浅要进东宫，享清福了。我让他来的，这种修罗场，没他怎么成戏？我看看你是谁！果真是你！你说说为了保你的命，丢了将军之职，贵妃了双死，甚至被全京城唾骂。我为你失去了那么多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你竟然背着我上了别人的花轿！那是你心甘情愿顶罪的，是我逼你的吗？尉迟薇，你现在不过是个马夫，凭什么拦我的路？你为我做的一切都与我无关，滚开！滚开！别挡我的路！殿下，殿下救我！尉迟薇疯了，他是乱臣劫子，他想劫走臣妾！殿下！你竟要！积藏，千年等待也不忘。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我说过他会杀你，现在我赢了。赌注呢？东西在哪儿？不仅是太子的亲笔密令，上面竟然还盖着东宫的私印。证据确凿，太子殿下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皇兄，父皇密令在此，请殿下入内廷领罪。傅瑶，枉你在我麾下听命多年，我提拔你，重用你，我居然从未发现你竟然从始至终都是启王埋下的暗桩。我输的不远，是输在了你的忠诚上。殿下，您想错了，我傅瑶从来不是任何人的家臣，更不是谁的人，我只是一个被你们卷入权力漩涡，不愿意再被随意利用的局中人罢了。太子谋逆获罪，流放3000里；尉迟薇勾结细作，隐匿不报，其罪等同从犯，念其昔日军功，免除死罪。陛下圣恩，打断你这2条勾结细作的腿，逐出京城，此生你就烂在这城外，永世不得返。大人，那尉迟薇在城郊被丢下时，状似疯癫，一直扯着来人的衣角，要求见你。听那内侍说，他口中不停地念叨着“我知道了”，他也是重生回来的这类胡话，疯得不成样子。疯了便疯了，见他做甚？不过是自寻烦恼。上天待我不薄，那些剜眼断手的痛，终究成了前尘往事。我傅瑶唯有今生今世，从前诸事，不过是一场旧梦罢了。时隔半个月，傅大人这官邸总算收拾妥当了。这东西是来还你的。那日在庙里，
有些话我们还没说完。殿下说尉迟薇银多虑了，我不喜欢他。哦，别揪了，我这花倒霉遇上殿下。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？我喜欢封侯拜相，前程无量。